大家好，我是 Klaus。今天呢是社会思维与心理这个频道的第一期视频。视频会以拓展大家的思维为目的，会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这次视频呢是财经方面的视频，但实际上呢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知识就可以听得懂。就算呢你不认同我的个人观点，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最基础的金融、经济学方面的常识。如果喜欢，请多多点赞和订阅，谢谢大家。中国的经济备受大家的关注，特别是从中美贸易战以来，还有最近的肺炎疫情，大家很担心自己的人民币资产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有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在这里呢，我就从外汇、金融、政策、贸易、经济等各个方面，跟大家一起利用最基本的外汇的理论来分析一下人民币未来的走势，而且呢，寻找一下从中隐藏的获利的机会。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人民币资产。简单来说呢，就是所有用人民币来衡量的资产都是人民币资产。如果你有一套房在美国，然后估值700万人民币左右，那其实呢并不是人民币资产，因为呢700万是经过你换算之后的价值。也就是说，这里的人民币资产是直接的，并不是换算之后的。对于很多投资比较细心的人来讲，当然了，投资呢就应该要细心，一定要精打细算。如果你有人民币资产，那你就一定要关注人民币的汇率，因为你的资产呢是用人民币来衡量的。要了解货币的汇率呢，就一定要知道货币的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就普及大家一些经济学的常识。其实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货币的汇率呢，就是货币作为商品，用另一种货币来衡量的价格。说到这里呢，再说一条经济学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就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我们说了，货币呢也是有商品，所以说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汇率也是离不开这个供需关系的。当供大于求的时候，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当供不应求的时候，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要分析人民币的走势，就要既要看它的供给的一面，又要看它需求的一面。美元是最普遍接受的结算货币，中国的外汇储备中一半以上的也是美元，所以我们这里呢主要分析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我们这里先从大的方面开始讲，也就是 big picture。大家先看这张图，是从05年开始，1美元兑换人民币的价值。05年之前呢，汇率被中国央行固定在8.28，允许汇率浮动之后，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外企包括台资港资陆续在大陆设厂招工，这就意味着他们会拿外汇呢去购买大量的人民币资产，包括土地设备、厂房。而且同时呢，还要支付以人民币结算的人工水电，还有税务等多方面的开支，导致呢人民币在需求方面呢持续增加。而另一方面呢，中国的厂商出口到国外的产品大多也是由美元结算的，使得中国央行的手里的外汇也越来越多也就是这个供给就越来越多了。这个外汇越来越多呢，这个是由贸易造成的，也称为贸易顺差，也就是所谓的进出口。那这样呢，需求和供给方面呢，两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人民币持续升值了10年。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最初大概1美元可以换到8块钱人民币，到2015年只能换到6块钱人民币左右。那汇率在大方向上就是和这个经济体挂钩的。这十年人民币涨的这十年，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十年。中国的 GDP 从2万亿涨到了10万亿，增长了5倍之多。从14、15年开始呢，人民币汇率虽然波动较大，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呢，但是呢，这个趋势还是这个持续贬值的。为什么是这样呢？简单来说，也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一些让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已经不再持续了。由于中国人工土地成本的增加，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开始减少，甚至有一些企业呢迁出中国了。
在生活中我们也有体会，就那些年我们买到的 Nike 还有 Adidas 的一些鞋子和衣服呢，上面的标签呢大多都是 Made in China。然后这些年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大部分已经都是越南制造和印尼制造了。另一方面呢，在政治上，从14年中国开始反腐败运动达到了高潮，然后大量的政府官员、红二代通过各种方式兑换外币，资金出逃，其中不乏有富可敌国的重量人物。另外呢，大量的民企被收购，也导致了民营的企业家向海外资产转移，不少我们都知道大人物，这里我就不提了。另外呢，在外汇的储备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在14年达到最高值4万亿之后就开始下跌啊，大家从这个图中也能看得出来。同期呢，中国的进出口减少啊，特别是在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好了，通过这个历史的这个人民币走势呢，我们也同时了解到了影响这个外汇汇率变化的机制啊，我们呢就可以根据这些原因对人民币的价格进行分析，来预测未来的走势。首先呢，我们认为这个外资撤离中国的大趋势还会持续进行，基础的因素还是一样的，就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成本增加，这也是逆全球化思潮的一部分。另外呢，贸易战和肺炎又加重了这个趋势。我们来看一则新闻，日本政府已经出台补贴22亿美元，去鼓励呢日企撤出中国。美国呢也已经有议员提出了这100%的补贴，而且德国呢也已经出台了相关的类似政策。这些呢都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事实呢反映出来的东西就是外资撤离的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外资的撤离就会构成这个大量的人民币资产的抛售，比如说他们的厂房啊、他们的土地啊、他们的设备啊，这些都是数以亿计的。这样呢会导致人民币供给增加。另外，中国呢近期贸易顺差减少，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的影响下，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下跌。大家看这一个新闻，上个月呢，中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这个单月的最大跌幅，1.5个百分比。外企投资的减少和进出口的减少，这种双重方面的影响，就会使中国出现外汇短缺。所以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人民币会持续贬值。在这里呢，再跟大家普及一点，其实呢，外汇归根结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购买力决定的。比如说1美元如果在美国能买到10个鸡蛋的话，但是在中国呢，1人民币能买到1个鸡蛋，那么1美元就应该等于10个人民币。当然，这里的鸡蛋是指的是一篮子的商品，比较有代表性的也就是 CPI，就是购买力指数。前几天呢，去超市我就发现，其实美国的商品呢和5年前还是一样的，牛奶大概是2.99一加仑一大桶，猪肉呢是2.99一磅。最近呢，我相信在国内的朋友也都注意到了，就是物价飞涨，就人民币，也就是人民币的购买力呢大幅下降。但是呢，这个购买力下降并没有在外汇上体现出来。根据这个外汇最终是由购买力决定的，这种购买力的下降迟早会在外汇上体现。在这一点上，也就能证明了我们刚才的推论。最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重要的方面要分析，那就是中国始终是一个政策性导向的经济体，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从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出口受到影响，人民币的贬值可以对冲关税的增加，使得中国的商品在价格方面保持优势。大家看一则去年的新闻，美国指责中国操控汇率，让人民币贬值。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是真是假，但是这证明了中国在政策上是希望汇率贬值的。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人民币的贬值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为了避免手中的人民币缩水，大家呢可以购买一些外汇而且是大家可以投资一些外汇的产品来从中获利。好了，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在今天呢能学到一些知识，也能更好的优化手中的财富。欢迎订阅本频道，我们下次再见。